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新 DLC 德国非史实线的开发日志。和以往一样啊，先打一场内战，然后一如既往的直奔主题，但是可能会有一两个小惊喜。小惊喜是什么？他这边没说。不过我们玩原版的德国，它也是有小惊喜的，大家应该知道是什么。这边展示的就是经典的内战国策，先内战，然后再重建国家。值得说到的是，它这个国家振兴的 buff 给的时间还挺长的，那前期还是可以发育一下。首先讲的是南线的国策，南线国策经典的没用，所以没什么好看的，给你加一些科研速度，这些东西可有可无。我本以为新国策会加很多，没想到最多只能加到10%啊，那还不如苏联的国家科学院呢。然后是南线的两个领导人，看 buff 远没有小胡子强啊。然后是倒车线，他这边说可以选择想要的独裁统治方式，也就是说，点凯撒归来是选威廉20，军事独裁就是威廉3世。总之，倒车线的目的就是重新武装，然后收复失地，进行复仇。再往下的话，就是一些外交线或者说是扩张线了。他这边没有细说啊，我们可以打开来看一下。仔细看的话和原版几乎一样，不过我们原版一般点这种接受海军支配都是准备走神罗线的，不知道这版本神罗线是怎么触发的了。如果接受英国海军支配就可以瓜分刚果了，接下来就是一些英德的条约。我是没想明白为什么和英国玩就能分到非洲的地啊，英国这么大方的吗？走右边的话也是和原版国策一样，重建公海舰队，打破英法殖民霸权，最后还是去非洲玩了。中间这条线则是和校长合作，可以白拿一个青岛。最下面这个分而治之，看它这个图标应该是瓜分东亚了。支线看完了，来看一下主要扩张线路。首先是奥地利问题，然后瓜分捷克或者结盟，再往下就是吃意大利了。右边的话是搞一个中欧同盟啊，中欧同盟是可以整合经济的，应该是想办法吸血啊。东线的话就没啥好说的了，还是那几个国策。最后消灭一下苏联。不过和旧版本国策不一样的地方是，这次多了一个恢复布约的分支线。布列斯特条约感觉还是挺扯的，真要恢复的话，那这个波罗的海三国加上白俄罗斯、乌克兰都得划给德国呀。感觉下面这几个国策确实是往这个方向去的，而且可以逐步蚕食掉这个波兰。之后就是打法国的国策了，再次实施势力分计划，然后拿回阿尔萨斯洛林，再整合一下西日耳曼语区。总的来看，这些国策和原版的区别并不是特别大，就是在原版的基础上又加了许多新国策啊，让这个内容稍微充实了一点。好，接下来应该是这次更新的重头戏了，就是德国最未敢设想的道路啊。根据日志的描述，如果我们走红线的话，会有一个迫在眉睫的无产阶级革命，它是有时间限制的，我们需要在这个时限内在地图上的各个省份点决议啊，这个决议是25政治点一个，能给我们加这个支持率的。这边解释的也很清楚，我们每点一次决议就能拖延一下这个内战的时间，而且我们点决议的地区在内战中是与我们同在的。如果我们拖的时间足够久啊，我们可以把这个支持率拉到50以上，就可以直接点国策变身了，就不需要我们再打内战了。这种点点决议避免内战的机制还是很经典的。我们在变身之前还可以先搞一个情报部门啊，成立一下我们最爱的史塔西。右边的一些国策就是给我们加 buff 的，这边能给台尔曼加一个 buff 还是挺强的。当我们变身成功之后，接下来就是一些重地国策了，然后就是经典的煽动国策。总之就是把其他国家都煽动成红色，之后我们再搞一个阵营。欧洲这一片解决完之后，就是结盟一下南美，煽动一下中东，再消灭美国，消灭日本。众所周知，批设的公式化国策，红线肯定是有2条线的。左边这条线，斯巴达克同盟，应该就是自己玩的线。这条线历史上是由卡尔里伯克内西和罗查卢森堡创建和领导的。选了之后，我们领导人会是这个布兰德勒。走这条线的话，会有一个人民委员辖区的机制。我们先通过传播共产主义把周边国家变成红色，之后再点这些国策把他们给傀儡了。
傀儡之后，我们可以创建人民委员辖区，这样的话，他们会从傀儡国变成这种专门的辖区，变成之后会给我们更多的民工和军工，能吸小弟一半的民工和军工还可以。不过感觉和这个专员辖区很像啊。当这些国家变成辖区之后，我们还可以点决议给他刷点工厂，然后再刷点 buff。这么一看的话，感觉这一串国策还是值得玩味的，整合附属国经济疯狂的吸血是吧？再来看一下互斥的这条线不用想，肯定是和苏联结盟的线。这边不演了，直接开始画势力范围了。这已经不是红色势力了，这妥妥的帝国主义啊！是不是给苏联画的国家有点多啊？怎么把这个南斯拉夫都画到苏联去了？最搞的是这几个国家居然还分东部和西部啊！这我是没搞明白的，难道已经把波兰给内定瓜分了吗？刚才忘了讲了，其实这两个分支都是可以和苏联签条约的，只不过这个条约只是一些基础的合作，得走右边这条线才能和苏联一起划分势力范围。这样来看的话，德国红线的路径就很清楚了。首先我们先打赢国防军内战，把法西斯消灭掉，然后再发动红色内战。红色内战的期间可以成立情报部门，或者加强一下我们部队的 buff。如果决议点到50%支持率以上，就可以不用内战，直接变红。变红之后有一个分歧，左边是自己玩，右边是和苏联划这个势力范围。不管我们走不走这个分歧线都可以点最右边的这一串这一串就是和苏联签各种条约拿一下工业的 buff。左边红线的强度在于可以把周围国家都煽动成红色，然后再点一下这几个国策，把它变成傀儡国。变成傀儡国之后，再整合附属国经济，疯狂吸血。至于怎么吸就不清楚了，应该和苏联的京沪会差不多右边这条红线就简单一点，不需要我们煽动了，直接和苏联瓜分欧洲具体怎么瓜分势力范围都已经画好了，大家一点都不准多吃自己吃自己的就行了。中间还有一个志愿军，可以给西班牙派志愿军，还可以给东方的同志派志愿军。至于东方有什么同志，这个大家应该也知道好，到这边国策线差不多讲完了，这边展示了几个国家领袖的图片，可以点开来看一下。主要就是这个台尔曼他这边是没有加强过的，加强之后应该会厉害一点。然后就是德国变身之后的几个名字，这个名字太长，只能竖过来放了。下面还有一个德意志凯撒国真的变成 KR 了。关于刚果的开发日志，因为这个国家实在太冷门了，有点懒得提我们这边就讲一个细节，就是它这个殖民分支。众所周知，这个比利时和刚果是相亲相爱的两个国家，所以他们点国策，双方都是可以吃到 buff 的。比如这个非洲之星的国策，他这边说发起方比利时是错的，因为他只有刚果能发起，他这个国策下面旗子是刚果的旗子。点完之后，刚果会吃一个10%政治点的 debuff， 然后比利时白拿75点政治点可以说是非常的相亲相爱了。总的来说，这些联合国策里面一般有2种旗子的都是刚果点了之后比利时血赚。好兄弟一起联机可能不太适合，但是父子联机还是很适合的。不过一直点到最下面，刚果是可以选择独立的，所以把这些好处吃完之后把比利时踢走也是可以的。